警告，能量即将耗尽！警告，能量即将耗尽！该死的联盟猎狗！统帅，他的机甲能量耗尽，即将坠毁，我们要不要？齐胜要活的。可是统帅，只要魏明宇死了，帝国就再无可用之人了。帝国优秀的战士可比垂死的国家要有价值。帝国最后的将军，也可以是联盟的新星。魏将军，我非常钦佩你的智慧和勇气。如果你愿意加入联盟，我将立刻停火，迎接你的到来。痴心妄想！真是遗憾。速战速决。精神力耗尽，备用能源耗尽，系统即将休眠。警告，系统即将休眠。回家，我要回家。你就这样战死在了我们这小小的周家村外。若是没有魏将军一力支撑，震慑住联盟，帝国对联盟的侵略恐怕永远不会停止。听了800遍了，还没听腻吗？联盟那群猎狗，那时北方联盟军常来骚扰，屠杀我们的人民，掠夺我们的资源。国王无奈，只能派出大皇子为质，并且每年进贡联盟所需的物资，以求维持和平发展。直到我们的大将军魏明宇出现，帝国终于有了一战之力。可惜。快躲进防空洞！要是能穿上机甲离开这里该多好啊！哪怕是死在战场上。快回洞里，这里危险！发什么愣啊？爷爷！爷爷！爷爷，小杨，我们造孽啊！这老头子死都死不安生。就是，肯定是他天天讲那个什么魏明宇把灾星引来了。晦气，死在咱们村口，多不吉利！你们胡说什么？爷爷是为了救我，是为了救我才……喊什么喊？一个老不死的，死了就死了，你还真当他是什么好东西？跑什么跑？野种，废物！你爷爷就是个老不死的。你再说一次！看什么看？一起上啊！这是，叫你横，叫你狂，给我把他埋起来！周大刚，别闹了，住手！小杨，苏黎，我敬你祖上也算是个世家大族。周大刚，你放开他！跟我混在一起，别急啊，等他们埋完了，哥哥再跟你好好玩玩。怎么回事？有鬼啊！快跑啊！小杨，刚刚那是什么情况？苏黎说我大叫一声就飞起来了，可我怎么一点都不记得了？最后就只记得捡到了，果然不是幻觉，这就是名牌吗？象征帝国公民身份的名牌。也不知道是谁丢在坑里的。周家村上了户口，有名牌的人总共就没几个，能是谁呢？
也不知道别人的名牌，我能不能？名牌连接成功。明宇，你太耀眼了，耀眼到让所有人都活在你的影子里。你如果一直当我乖巧的妹妹，我又怎会出此下策呢？我跟你说过那么多遍，让你不要想太多，不要想太多。你为什么就是不明白呢？还是说你是在装不明白？父王曾说你智勇无双，可是明宇，你的智勇究竟是为了帝国，还是为了你自己？你到底想要什么？你是什么东西？你这个小子会不会说话？那你到底是谁？你可以叫我 Light。 没错。那昨天我那样是因为你吗？你哪样？就是我一生气突然就黑云压城飞沙走石的，我还莫名其妙飞起来，最重要的是我还什么都不记得了。哦，你是说你在情绪极其激动的情况下发动了精神力？精神力？这就说来话长了。这精神力啊，存在于人的识海，其实人人都有，但一般人的精神力强度都只能忽略不计，能将之显化为人所用的少之又少。往近了说，能隔空取物；往远了说，能隔山打牛。有人能用它移山填海，有人能用它控人心智，但最大的用处是什么？驾驶机甲。我能驾驶机甲？理论上是可以，但你现在这个生个气就把自己弄到失去意识的情况，只能说明你的精神力虽不错，但控制力约等于0。唉，不过什么？不过控制力是可以练的，而且不止控制力，只要好好滋养训练，你的精神力强度也是可以提升的。这样吧，本姑娘闲着也是闲着，你叫我声师傅，我吃点亏，传授你我独家的修炼方法，帮你考上帝国第1军校，怎么样？真的吗？真的。可是军校考核，我这种人连报名的资格都没有。资格，在我这里，实力就是资格。集中精神，感受你身体里的力量，不要让它外泄，要控制它，但不能阻碍它，要让它像水一样在你的精神图景里流淌。好难，这点苦都吃不了，还当什么机甲师？你就在这当一辈子小混混吧。我一定要走出去。哼，还算你有点天赋。小杨，我给你带了点吃的。苏林，你怎么来了？小杨，我刚才是不是看到了？看到什么？你是不是觉醒了精神力？这个女孩是你女朋友？我不是，我没有，别瞎说。看你吓的那个样，她能看出这是精神力，想必身份也不简单，看起来对你也没有恶意，你告诉她也无妨，说不定还能套出点信息。师傅，我沉睡了这么久了，也想看看年轻人谈恋爱。哎呀，真不是。不是就不是呗，你这么大声干什么？是，这就是精神力。苏苏，你怎么会知道精神力？太好了，我就知道。小杨，你知道吗？我家其实不是周家村的人，我的祖上是地心的机械师世家苏家。机械师？对，我们苏家虽然没有精神力，无法成为机甲师，但我们精通机甲研制，祖上出过很多著名的机械师。那你们怎么会？因为第2次星战，帝国战败，所有相关的部门都遭到了清算。魏明瑜将军牺牲的那一战，是我们苏家负责战队的机甲维护和后勤保障。出事后，帝国认定是我们的工作过失，导致了战力不足。可说来话长，总之，那之后，我们就被流放到了这里。他说的，无妄之灾罢了。
小杨，我要报考军校，重振苏家的荣耀。之前我以为迟早要跟你分别，便没有多说。但如今你有精神力，我们一起去地心好不好？我们一起去地心好不好？你有精神力，我懂机械，我们一起去地心，一定可以进入军校的。我们一起大干一场，好不好？好。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你没有正式的身份登记，不知道会不会影响报考。兵来将挡，水来土掩，你先别担心我了。当务之急还是准备考试，你好好背书才是。背书算什么？你不懂，我们机械师实操才是最难的。哟，这不是我们苏家的大小姐吗？怎么又在和这个废物约会啊？周大刚，你让开！让开，行啊，你亲我一下，我就让开。周大刚，好狗不挡道。怎么？上次的妖法还想再用一次？周小阳，你不是很厉害吗？还不是我说让你跪你就得跪？正好新账旧账，咱们一起算。你给我磕头道歉，不然今天我打断你的腿。小给脸不要脸，给我把他按住，老子今天就要办了他。放开他 ，Light。正好试试这段时间练习的结果。这是试水的时候吗？说的也是。那你尝试踏入我的识海，这就是你师傅我的精神力。现在它是你的了，出手吧。如你所愿。我说了，放开他。他死了啊！杀人了！周小阳杀人了！我杀人了！我只是想让他长点记性，以后离我们远一点。怎么会？恐怕是你贸然使用我的精神力，一时不适应，用力太猛。清醒点，小子，现在不是你内疚的时候，你必须马上离开，去地心。小杨，你快走，等那2个人叫人来，你就完了。可是，别可是了，快走啊！趁事情还没传开。去空间港，去地星。苏里，对不起。别说对不起，他周大刚打我的主意不是1天2天了，所有人都知道我是受害者，我不会有事的。我们在地星，在军校考核上见。哎呀，你就别操心钱了，师傅自办了。你能有什么办法？怎么？看不起你师傅？说起来还有一桩事需要先解决一下。什么事？报名的事。你先去旁边的通信站发封信。通信站？我们乡下人都用上脑机了，谁还去通信站发消息啊？帝国现在还有这种东西吗？脑机是脑机，通信站在战时是要用来传递应急军用信息的，没有居民使用也会保留。再说了，你一个黑户能用脑机吗？这是谁？一个老朋友，放心吧。他会帮你搞定考核报名的。去帝都星。未检测到有效名牌。Light， 怎么办？哎，我忘了，没有公民身份，你连票都买不了。去人工窗口吧。一张去地星的票，最便宜的，用这个账户付。账户不存在，下一个。怎么会？你再查查。说了不存在，滚开，别耽误时间。哼，果然。果然什么？别急，用这个账户。抱歉，是这个。支付成功了 ，T389号货运舰明天凌晨4点出发。刚刚那个无效账户肯定是你的，那这个账户又是谁的？大人的事，小孩少管，先上传再说。反正在地心这段时间，你就用这个账户就行了。董事长收到一封来自 K3 边境星的匿名邮件，已标记为垃圾邮件。删了。邮件正文触发了最高优先级关键词。什么关键词？关键词为 Line。打开邮件。周小阳，男，新历3056年5月1日生，K3 边境星周家村人，父母双亡，无其他亲属，无不良记录。搞什么？我这又不是扶贫办，这人谁啊？精神力等级不明，现报考帝国第1军校，报考方向机甲师，署名 Light。追踪发件账户。发件地址为 K3 边境星通信站，发件账户为疑似性账户，无法追踪。是谁？是谁敢用 Light 的名字开这种玩笑？真也好，假也好，我一定会把你找出来。Light，
如果真的是你找我帮忙，你一定会向我证明身份的，对吧？总长，您的个人财务账户出现异常。说。从3日前开始，出现多笔小额支出，地点先后在 K3 边境星、帝都星下城区，消费项目：蒙阳营养剂、优衣庄成衣、好家酒店。小池，结账。喂，大姐，我们平时都穿训练服，你哪有机会穿这种衣服啊？机甲师的事你少管，快结账。下月补助到账就还你。哎呀，小池，饭卡借我刷刷，下月还你。喂，你上个月吃我的还没还呢。小池，下了课我们去吃火锅吧。我知道八里屯新开了家牛肉火锅在打折，他们都说可好吃了。平，亲爱的魏女士，机械师下周小测，请你不要打扰我学习。哦，那你加油。新币账户发给你了，前段时间体测你也辛苦了，自己去吧，少吃点辣的，你肠胃。我就知道你最好了。800里牛肉火锅，河里捞火锅，鲜果切水果店。好了，可以了，帮我接通第1军校招生处。这就是地星啊，果然是啥都有。哎，刚刚吃火锅的时候你那么开心，师傅你是不是很喜欢吃火锅啊？师傅的事你少管，别磨蹭了，快回酒店，今天的精神力修炼还没完成。知道了。哪来的土包子，还敢撞我？知道我这身衣服多少钱吗？把你卖了都赔不起。我不是故意的。瑶瑶，别跟这种下等人计较，增了你的眼。说的也是，路边的垃圾一脚踢开就好了。最近怎么这么多边城来的？乌泱泱的把帝都的空气都污染了。就是这几天吃个饭还得排队，真是烦人。可不是嘛，还有这小子也是活该，惹谁不好惹上秦大小姐。你要小心哦，秦家也是机甲师世家，可不是好惹的。都是来考军校的同学，有必要这么过分吗？哟，又来个土包子，怎么想英雄救美？来，借一下。借什么借？用你自己的。你训练了这么久，这种小角色还对付不了吗？我的裙子。精神力有意思，一个下等星来的老鼠，居然也有精神力。我或许不算人，你们两个是真的狗。你找死！我劝你现在给我道歉，不然的话，不然就怎么样？给我表演一个用鼻子吃面条吗？他竟然可以在瑶瑶的精神力场中控制那碗面，还不让瑶瑶发现，这小子到底是什么人？你找死！这位女士，你是没有别的台词了吗？很好，希望能在军校考场上见到你。小杨，我终于找到你了。苏黎，你真的来了？哎呦，这不是那天的老鼠吗？还真来了。怎么今天还带了个小丫鬟，还是小姘头？我发现你这个女的是真的很吵，没人说过你很聒噪吗？我要是打赢了你，能让你闭嘴吗？你行了，今天是入学考核，在这打起来对谁都不好，考场上见吧。肃静，本轮为精神力等级测评，机甲师专业方向的同学稍后被点到名就上来完成测试，机械师方向的同学可以在场下观看或自由行动。考核开始，按顺序上前测试精神力。张3 C 级李4 B 级秦瑶瑶SS 级是 SS 级，不愧是秦家。下一个周小阳，快看，那只老鼠要测试了，我猜顶多低级。师傅，借我。哦，如今靠你自己的精神力，也必不会比那个秦家的小姑娘差，有必要让我出手吗？如果只是胜过她，日后还是不会太平。我必须要一击震慑住这些杂碎，让他们之后都不敢再来招惹我们。想得倒好，想要就自己拿吧。S 级，到底是几个 S 啊？快看，还在上升。
周小阳 ，SSS 加级。不，这不可能！爆表了！报告总部，测试仪03号损坏。是的，出现 SSS 加级。SSS 加。明宇，是你吗？至于这么激动吗？小瑶，你太厉害了 ！SSS 加，你知不知道上一个 SSS 加还是周小阳？还有事？我承认，我们都小看你了。SSS 加的精神力的拥有者，整个星系一只手都数不出来。哼，精神力高有什么用？说不定是个只会蛮力的傻子。周小阳，你很好，不过精神力测试只是天赋，真正的考试还没开始。苏黎是吧？想重振苏家，小妹妹，希望你的能力能和你的野心一样大，你能保她一时，还能护着她一辈子。不用他帮，王浩然，我们都是机械师，我会让你心服口服的。咱们机械实操考场上见真章。咦，师傅，这些很简单嘛？啊，废话，这些对你师傅我来说都是基础中的基础。你得了我的真传，做这些自然是游刃有余了。那我要考第一吗？那么喜欢考第一，你嫌自己还不够扎眼？你一个 SSS 加的怪物，理论还是第一？你是想让齐胜现在就把你抓去切片研究吗？齐胜是谁？怎么有点耳熟？重点错了喂，控制分数，刚刚及格就行，这样比较符合你编程老鼠、空有天赋不长脑子的人设。好吧。真正的考试现在才开始。这考试也不是很难啊，怎么我都考完这么久了，苏苏还在里面？口气倒不小，可惜乡下来的还是没见识。机械师在理论考试考完后，还有一轮机械实操考试，这你都不知道？你考得怎么样？我说不好，等放榜吧，成绩应该很快就出来了。浩然哥，这苏黎居然比我先出考场，这次的实操题比起往届都要难上几分，连我都费了些时间，难道他真能赢过我？不可能，他一定是做不出来提前交卷了。我做过那么多家族找来的往届真题，不可能有人能比我更快。什么？我输给了一个乡下人？你作弊！你肯定作弊了！我没有。安静！第一军校的考试由天眼系统全程监控，绝无作弊可能。下面公布机械师实操考试成绩。怎么会？怎么可能？我竟然输了！理论考试结束，现在公布下一场。也是最后一场考核内容，综合实战。本场考试你们需要自行组队，3人一组，挑战时间就在明天上午10点，各位可以回去准备了。我们苏苏真厉害，理论和实操都是第一名，一会儿请你吃火锅。你少编排我。还有，你的理论成绩怎么可能那么低？你是不是故意的？你说啊，你是不是故意控分了？怎么可能？肯定就是故意的，你给我说实话。怎么办啊，小杨？他们好像都不想和我们组队。不应该啊，我们两个金光闪闪的第一名站在这儿，怎么会没人加入呢？算了，他们不来是他们的损失。可是，这是3人组队啊。
我们差1个人，没办法参赛啊。先回去，明天再说，总会有办法的。小杨哥，你是我们的楷模啊，小杨哥！明天的比赛带上我吧，我精神力是 A 级，让我跟你并肩作战吧，小杨哥。小李姐，小李姐，我也是编程来的，我真的很崇拜你。明天让我跟你们上场吧，我理论考了80分，我一定可以帮到你们的。小李姐，明天的考试带上我吧，快跑啊！小杨哥，小李姐，哈哈，小妹妹，让我们看看，让哥哥们看了就给你买新裙子，好不好？小妹妹，跟了我们，哥保证你明天考核通过。滚开！又是这样，全天下的蛀虫都一样，一样的色欲熏心，一样的欺凌弱小。是那个 SSS 加的怪物。你想干什么？我们可是……别用蛮力，看那个领头的，就他一个人有精神力，先解决他。不急。带头那个发动精神力时习惯用左手，右边那个右手虎口有茧，恐怕带了随身武器。我的手！你等着！哼！考核在即，放你们一条狗命！谢谢你。你没事吧？我没事。对了，我叫白月林，来自边城。我叫苏黎。周小阳。如今谁还不认识你们2位？不像我，我的精神力只有 B 级，理论也考得一般。要是明天的实战考核不能拿到好成绩，恐怕是要落选了。那个，你刚才怎么知道他们的弱点？我从一开始就在观察他们行事嚣张跋扈，破绽暴露得太明显了。只是碍于他们的身份，我一直不敢动手。你愿意和我们组队吗？和你们 SS 加的，和理论第一的。我们缺一个战术分析师。我愿意。你们的挑战就是在训练机甲的攻击下全员存活20分钟。机甲共有30台，其中有29台是通用训练机甲，但有1台因为临时设备故障更换为了战术训练机甲，抽到它的自求多福吧。谁去？我来吧，今天能跟你们组队，我的运气差不了。恭喜，唯一的战术训练机甲。对不起，我手气太差了。考核开始。为什么冲我来？漂亮！这样不行，他的动作实在太快了，月灵的体力坚持不住的，而且不知道为什么，他好像盯上月灵了。可能我的运气真的在遇到你们的时候就全用光了。不是运气，他被设定了，他的第一仇恨目标被锁死在月灵身上了。这样不行，这样下去
体力和精神力都消耗过大，我们撑不到20分钟的。我们不需要撑到20分钟，苏苏，不如我们拆了它。你是说？对，机甲的控制中枢都在脑后位置，我们攻击那里。好，月灵，你专心躲避他的攻击，帮我牵制住他的位置。好。等等，战术训练机甲体型过于庞大，为了均衡机甲各个部位的能源供应和反应速度，这款机甲的控制核心改在了腰部。小杨，他的腰间，他抬手攻击的时候，左侧腰部的散热口会暴露，从那里攻击。结束了，就这么结束了。还来，苏苏，你护好他，剩下的交给我吧。结束了，战斗结束，周小阳小队通过。吓死我了！不过还好，我们赢了。他太险了。小杨，你抽签的时候做了手脚吧？你说什么？那台机甲从一开始就锁定你，因为你的身上藏着微型信号发射器，所以那台战术机甲才会一直追着你，对吗？这样就说得通了。可是月灵这样，你有可能会死的啊。只要他死了，这场比赛我们就被自动判负，也就不可能被录取了，是这样吧？当我们决定主动攻击机甲时，你就知道你原本的计划行不通了，于是你故意误导我攻击机甲颈部。如果苏黎没有看穿机甲的构造，如果我把力量浪费在了颈部，那我们3个现在都已经考核失败，重伤在医疗舱里了。是谁指使你的？我没有。说吧，是秦瑶瑶还是王浩然？明白了，滚！我滚！别让我再看到你！小杨，他……苏苏，这军校和我们肮脏的朱家村没什么两样。这就是军校？怎么不满意？帝国的军校就是把人变成机器的地方，无聊透顶。欢迎各位新同学，欢迎你们来到帝国第1军校。你们是帝国的未来，是抵御外敌的刀锋。你们中的每一个人都是通过了最严苛的考核才站在这里。今天我有2件重要的事情要宣布。第一，为了让各位更深刻地了解帝国的荣耀历史，铭记先烈，校方明日将组织全体新生参观军部荣誉纪念馆。第二，本学期末军校将联合军区举办新兴机甲大赛，也就是军区储备人才选拔赛。按照惯例，前3名队伍将被特招进军区，作为储备军官培养。为了激励最强的战士，本次比赛还将特别奖励给冠军团队1台帝国最新型号的定制机甲。机甲？我自己的机甲？怎么想要了？我一定要拿到手。哼，有志气。不过军方的最新机甲可不是光靠蛮力就能拿到的。接下来，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欢迎今日莅临典礼的贵宾——帝国军部科技总长贺清池总长。贺总长本次是专程来观摩新兴机甲大赛的，同时他也会亲自负责冠军队伍机甲的定制设计。贺清池，师傅，你认识他？你猜？他为什么一直盯着我？他是不是对我不太友好啊？啊，不会吧？贺总长怎么会？跑快点！你们是来绣花的吗？帝国养的不是废物。
蛮牛就是蛮牛，只会用蛮力。可恶！稳住呼吸，左3步，侧身，用腰部发力，带动腿部。不要理会他，你的敌人不是这个小角色。这小子，精神力 SSS 加，体能居然也这么顽强，是个好苗子。SSS 加的小耗子，让我看看你有多大本事！重心太高，下盘不稳。你忘了我教你的，侧身迎上卸力，用寸劲攻击他的肘关节。笨蛋！勉强及格。记住，你的体术是为了配合机甲，不是街头斗殴。在军校，你要学的不是赢，而是藏。敌方3支舰队呈品字形包抄，我方主力舰队被牵制。这种情况下，作为指挥官，如何破局？秦瑶瑶，报告教官，我会分出2支突击队，利用小行星带做掩护，从2侧同时攻击敌方旗舰的能源核心。这是最标准的双蛇突进战术。标准答案，但能源核心的防御也是最强的，突击队很可能全军覆没。还有没有别的想法？周小阳，到，你来回答。土包子能懂什么战术？师傅，救命！谁叫你上课打瞌睡？自己解决，没有天大的事少来烦我。报告，我认为不应该攻击旗舰。我会派1支小队去炸掉他们的补给舰，没有补给，他们就会撤退了。炸补给舰？谁家补给舰会在战场上等着你？等你跑到千里之外炸掉补给舰，主力舰队早就被吃掉了。坐下。周小阳，你的精神力是 SSS 加，但你的战术理论简直一塌糊涂。空有蛮力的傻子。师傅，很好，从今天起，你就是全校公认的理论白痴，空有天赋，这正是我们要的。这就是帝国最新的 K7 型能量传导系统，它的效率比上一代提升了15%。教官，我是否可以理解为 K7 是通过优化了超导矩阵的排列方式，减少了能量在传导中的精神力逸散？没错，王浩然同学理解得很透彻。教官，苏黎同学，我认为 K7 的设计还有缺陷。他为了追求传导效率，过度压缩了散热模块，在连续高强度作战，特别是精神力高负荷输出时，他的超导矩阵会在15分钟内达到临界温度，导致传导效率不升反降，甚至有烧毁核心的风险。如果我们牺牲1%的峰值效率，将散热模块改为液氮循环式、内嵌设计，并将矩阵排列改为蜂巢式，虽然会增加制造成本，但可以将高强度作战的稳定时间延长到45分钟。这不可能，这是研究院的课题。苏黎同学，你简直是个天才！肃静，这里是帝国的英灵殿，你们所走的每一步，都踏在先烈的功勋之上，禁止喧哗，禁止私自行动。师傅，你以前来过这种地方吗？哼，用谎言堆砌的坟墓罢了。帝国最擅长的就是把死人包装成英雄，再让活人去给他们陪葬。你怎么怨气这么大？我只是在陈述事实。小子，看清楚了，这里面展览的功绩
有一半都是踩着同伴的尸骨换来的。帝国历2988年，先皇陛下亲征，一举击溃北方联盟，奠定了帝国未来100年的基业。唉，苏苏，你没事吧？那是我祖父苏文，他们撒谎。K3战役的失败根本不是我祖父的错，是苏黎同学，在英烈面前注意你的言辞。别看。好美。Light， 师傅，这是怎么回事？你的名字为什么会在这里？你知道吗？上一个 SSS 加级机甲师就是他，周小阳是吧？你最好给我一个解释。出来 ！Light， 魏明瑜，你给我出来！告诉我，你到底是谁？你已经知道了。你是帝国第1将军魏明瑜，那台机甲 Light 就是你的。没错，我就是魏明瑜，一个应该死在10年前的幽灵。你死了，那为什么你会出现在我的脑子里？是那个名牌？我是应该死了，但现在既然我的意识能在你的脑子里存在，那应该还没死透。你在说什么？你自己听得懂吗？你捡到的那个名牌，相比普通的军用名牌，有远程链接功能，以防战斗时名牌受到外力撞击后脱落，导致数据丢失。这是贺清池当年专门为我改造的，但大概是因为离体后没有能量来源，最终休眠了。而在你激活它的时候，它自动连接上了它的前一个主人，也就是我的生命芯片信号。你的精神力通过它流向了我就这样被你唤醒了。所以你没死？差不多吧。虽然我现在只能寄生在你的大脑里，但我的身体应该还活着。那当年的真相到底是什么？是齐胜，也就是我们西河帝国如今的皇帝。他因为忌惮我，让我带队开发未知星域，多好的理由啊！只要我们能成功找到新的资源星，帝国的能源危机都能解除了。他知道我必不会拒绝，于是让我按照资源探索项目的标准准备军备物资。另一边却勾结了星舰联盟，在我的必经之路上截杀。我的队伍连一把激光炮都没有，几乎是毫无还手之力就全军覆没了。后来呢？后来的事情你不是都知道了吗？他制造了 K3战役的惨败，又栽赃给了我的战友，然后把我塑造成了一个战死的英雄。我一定要为他们报仇，愚弄帝国的人必须付出代价。我帮你。我还什么都没说呢。这种铲奸除恶的大好事，难道还要等你来求我吗？况且什么？况且你可是我亲爱的师傅啊！好啊，那你可一定要成为帝国最强的机甲师。师傅，那你知道你的身体被藏在哪里吗？具体在哪不知道，但我想应该是在军部。好啊，那我就多了一个必须赢的理由了。各位观众，1年一度的星星大赛正式拉开序幕，这是我们首年轻机甲师的舞台，谁将成为下一个帝国之星？小杨，你没事吧？这次的对手可都是高年级的精英。放心吧，我一定会赢的。
刁钻的灵岩池，他什么时候学会的？左手边机动角度偏差0.01度，速度还可以再提升0.5%。记住，对付这种高耗能机甲，要逼迫它在防守中过度消耗，然后一击必杀。明白。贺总长，这个周小阳简直是个怪物。SSS 加级的精神力，简直是天赐的礼物。看来帝国又有希望了。天赋，哼！漂亮的反击，这熟悉的战斗风格，反推动闪避，零伤偏转加速，这种战术，这些只在机甲师历史上昙花一现的操作，除了魏明瑜，还能是谁呢？赢了，他赢了！今天周小阳项目最后一场比赛中，新机关射手主攻势，以全胜战绩势如破竹，杀入了星星大战的决赛。小杨，决赛是3人团队生存赛，我们还缺一个人。我们不需要第3个人，但按照规则，我们可以从淘汰队伍中征召1名队员。我查了一下，上一轮有一个表现不错的选手，精神力 S 级，而且体测能力也非常好，我觉得他很合适。不用，我们2人足够。明白了，我听你的。小子，别逞强，决赛圈的对手都是高年级的精英，他们长期相互配合，非常擅长团队作战。你一个人带着苏苏恐怕要吃亏，还是多个人比较好。师傅，我没有逞强，多一个人就多一分变数。这次我一定要赢，相比多个助力，我宁愿少一些风险。好。王浩然和秦瑶瑶这次居然是分头行动，他们的2支队伍里都是高年级学长，实力很强。哟，这不是我们的天才2人组吗？怎么队伍里空着一个位置？是怕其他人打扰你们2人世界呢，还是根本没人敢跟你们这2个倒霉的编程之星组队啊？周小阳，我早就说过，天赋只是入场券，决赛场可不是靠你一个人逞强就能赢的。我有时候真的很好奇，为什么你们一直输，还能一直这么臭屁？切，别急，很快你就会知道。在军校，实力只是一把刀，而刀就应该乖乖被人拿在手里。本轮比赛为淘汰制，选手可在比赛场地中自由活动，存活到最后的战队方为最终的胜利者。请各位选手按照考场提示找到自己的战队入口，准备进入赛场。祝各位旅途愉快。旅途。好一派勃勃生机、万物竞发的景象。这风景是不错，要不是比赛，还真想在这玩几天。等你有了专属机甲，我一定要给它改造成双人驾驶舱。凭什么你们机甲师都坐在驾驶室里，风吹不到，雨淋不着，机械师就得2条腿在后面追？我什么时候让你在后面追过？你就知足吧。不行，我也要感受一下驾驶室的视野。那要是我的机甲战毁，咱俩岂不是全军覆没？呸呸呸！你这个乌鸦嘴！有人，不止一个。用这么大阵仗迎接，我面子还真大。上来就整这么高强度，那就不要怪我不客气了。苏苏，能定位敌机数量和位置吗？从第一波攻击看，周围至少有10台机甲已经定位，但他们一直在移动，而且树林茂密，无法直接锁定。这么大手笔，看来是想让我死在这里了。那就来玩吧。周围有没有狭窄一点的地形？不清楚敌人数量，必须限制他们的行动范围。左边500米有一条峡谷，但峡谷中没有遮挡物，我们会变成活靶子的。好啊，那大家都别藏了，比挨揍，我可没输过。可恶，东躲西藏的，果然是老鼠。浩然哥，现在怎么办？想躲没那么容易，启动飞行引擎，从天上攻击。奇怪，人呢？可恶，在崖壁的阴影里。各单位锁定目标，锁定，锁定，攻击。
去死吧，恶心的老鼠！这时，不错嘛，能想到把精神力覆盖在物体表面当做护盾。嘿，师傅教得好。少来，我可没教过你这个。集中注意力，缩头乌龟，看你能躲几时！全力攻击！小杨，石队快被激光粉碎了，能量盾只能撑5秒。明白，你在这待着，我出去看看。出去？去哪？哼，擒贼先擒王。怎么回事？哦，想玩打地鼠？就在那，只有一个土堆有精神力痕迹，他们一定就在后面，全力攻击！救命啊！不要虐待幼年机械师啊！还以为你有多大能力，在绝对的实力面前，这点小聪明还不够看的。哦，绝对的实力啊！什么？不可能！你怎么在这？那个土堆上明明有精神力，你怎么可能在保持土堆的精神力护盾的同时出现在这里？可恶，这究竟是什么？你做不到的不代表我做不到，醒醒吧，井底之蛙。哦，对了，这精神力藤蔓，你越挣扎缠得越紧，想活就叫他们停手。难道真的要投降吗？不对，只要我们攻破那个护盾，苏黎在我们手里，他也要投鼠忌器。我现在要做的是给瑶瑶他们争取时间。要我停火也可以，但我怎么知道你不会出尔反尔？万一停火之后你还要杀我怎么办？少废话，我现在也可以杀了你，你有什么资格跟我谈条件？有本事你就杀了我！哦，关键时刻你还挺硬气的。行，那我就成全你。哈哈哈，周小阳，现在苏黎在我们手里，想让他活，就赶紧把我放开。哦，是吗？怎么会这样？怎么会？猜错了，游戏结束，你们已经没有翻盘机会了。这是怎么回事？浩然哥，说对吧？结束吧。喂，在家吗？出来吃饭了。本次新兴机甲大赛决赛冠军周小阳小队。周小阳同学，你不仅以 SSS 加级的精神力打破了军校历史记录，更在实战中展现了无与伦比的勇气和战术素养。作为本届最优秀的新生，你和你的队友将进入军部特种作战部队。谢谢校长。那个，定制机甲。哈哈，明白明白。算算时间，机甲也该到了。周小阳，恭喜你，这就是帝国科技研发部最新的力量型机甲。在标准配置的基础上，贺总长还依据你的战斗数据和习惯，添加了独有的微型托卡马克聚变机动引擎和超功率固体激光发射炮。你的精神力强度和控制能力都是独一档的，常规型号对你来说没有任何操作难度，但也发挥不出你的优势。改装后，机体重量将上升2.5倍，立体机动灵活性和续航能力，以及激光炮的功率和攻击频率都将大幅提升。具体的实战表现怎么样，就看你自己了。不错，力量型机甲大多用于近战，为了追求防御力和攻击性，牺牲了灵活性和远程火力。经过小时的改装，这台机甲现在已经非常全面了。唯一的缺点就是机体重量和操作的复杂度到达了一般机甲师难以想象的程度，但对于你，这完全不是问题。这是你的新名牌，军部名牌集成了民用名牌的常规功能和更精确的人体生理指标监控，同时也根据你的军衔预设了对应的军区功能权限。我有名牌了，我终于有自己的名牌了。换上试试吧。等等。
警告，发现数据冲突！警告，发现数据冲突！怎么回事？所以根据各方面数据分析，触发警报是因为周小阳情况特殊，精神力监控系统阈值太低，无法识别，所以造成了数据紊乱。原来如此，那接下来？无妨，我会把这块名牌做点修改，给他的精神力信号做均衡处理，这样就能匹配我们当前的监控系统，后续再来调整监控系统阈值，避免压缩数据造成的细节损失。好的，那就辛苦贺总长，那我就不打扰了，有任何需要您再叫我。叫周小阳来见我，半个小时后。进。贺总长。周小阳，你的名牌数据异常已经处理好了，现在这里没有监控。下面我的问题，请你据实回答。是。第一个问题，你跟魏明瑜是什么关系？贺总长，我不明白你在说什么。哦，你不明白，那么我来帮你回忆一下。你在比赛中使用的反推动闪避、零伤偏转加速这些战术，连现役的王牌机甲师都无法掌握，因为他们是10多年前魏明瑜将军的独门战技。我自幼天赋异禀，又崇拜魏明瑜将军，于是自学成才。自学成才，一个边城穷小子，无师自通了全帝国最顶尖的机甲技术。怎么办？他好像已经确定是你了。这还不确定？那他就是傻。凶什么凶啊？当上总长了，了不起啊？那我还要接着装吗？算了，不玩了。这是。你是说明瑜没死，而是被陛下囚禁在军部？不可能，这不可能！陛下为什么要让明瑜假死？他怎么可能囚禁他？你在骗我，这一定是星舰联盟的阴谋。你到底是什么人？师傅，他好像快崩溃了。这么多年过去了，这人怎么还是这么沉不住气？没办法，只能上大招了。你对他说：长发，白裙，屁股翘，小羊扭扭更风骚。你闭嘴！师傅，这到底是什么？嘿嘿，我给他的初恋女友写的对联。写得很好，下次不许再写了。好了，说说吧，到底怎么回事？好了，说说吧，到底怎么回事？他告诉我，当年那次探索未知星域的任务，从一开始就是一场骗局，是齐胜亲手策划的谋杀。齐胜忌惮他的功绩和在军中的威望，以探索未知星域为名，由他牵头组建了一支探索小队，暗地里却联合星舰联盟设局伏击。师傅，他的队伍没有装备战斗武器，根本没有反击的能力，全军覆没。怪不得当初他会突然安排我去参加全封闭研究项目，等我回来，明瑜他就已经……他骗了我，他骗了我们所有人。贺总长，明瑜牺牲后，我悲痛欲绝。齐胜亲自召见我，告诉我他是去迎战联盟的突袭，万没想到此战的军备协同办事不力，以致战败。他为了掩护主力撤退而英勇战死。我信了，我竟然信了。我以为他真的。从那之后，我开始厌恶战斗，甚至厌恶机甲，更是再也不愿踏上战场。齐胜让我留在研发部，不用再当机械师，只做前沿技术开发，而不再参与机甲设计。一直到这次给你定制机甲，还好没有牵连到他。贺总长，将军说他从来没有怪过你，他只庆幸你还好好的活着，希望你保重身体。周小阳，不，将军，贺清池归队。小池，他听到了。贺总长，从现在开始，我们是同盟。是。贺总长，还有一件事，如果师傅的身体藏在军部，你觉得可能在哪里？贺总长，我们现在的首要任务就是找到师傅的身体。军部，凭我的最高权限，军部大多数场所我都可以自由进出，但有一个地方连我都无权访问。哪里？
0号实验室，这个实验室在军部地底最深处，外围整体浇筑超密度复合材料进行加固，哪怕军部遭到敌军轰炸，夷为平地，恐怕那里也连一丝震动都不会有。齐胜，他还真是煞费苦心啊！既然没有权限，我们就创造权限。你的意思是？我现在是齐胜眼中最有价值的 SSS 加级工具，我会不断积累军功，得到他的信任，直到我能合法的踏入那个核心区域。这是目前唯一可行的办法了。在找到进入0号实验室的办法之前，我们只能继续潜伏。师傅，我还是不明白，为什么齐胜当初不直接杀了你，而是千方百计把你带回来，还藏在这么个鬼地方？我也不是很明白，但我想他大概是舍不得吧。舍不得？师傅，我一直想问，你跟他齐胜，你们很熟吗？很熟，这就说来话长了，有机会再跟你说吧。周小阳，啊？发什么愣呢？我说，你把明宇的名牌留给我，我处理一下。行。哎，等等，还有什么事吗？欢迎加入军部。这是训练，周小阳，你在秀什么操作？你驾驶的是力量型机甲，不是绣花针，给我打出压制力来！是，那我们就来试试新装备的火力吧。超功率固体激光发射炮调试准备。固体激光炮调试完成。这就是聚变引擎。聚变引擎启动。他们在找什么？大概是找你吧。我飞上来的时候，引擎动静那么大，还有尾流，他们没看到。你知道你刚才的速度有多快吗？而且不知道何总长用了什么技术，聚变引擎并没有引起明显的气流波动。你说的尾流其实只是引擎的火焰，也就是说，小杨，你的行动轨迹是隐形的。我明白了，接下来我们来试试固体激光炮吧。手动锁定5架敌机，准备发射。是我考虑不周。对，人员已经全部逃出，只是机甲报废了。那我不是好奇吗？谁能想到固态激光炮的威力，经过训练场的场域压制，还能这么恐怖？不敢，主任，我错了。等等，小杨，记得给你的大家伙起个名字。教官，我已经起好了。叫什么？安星。上一个纪元的小玩意儿，好久不见，阿池。陛下，贺清池前来汇报。不用那么严肃，叫你来就是问问你的近况。你知道的，你的工作内容我向来听不懂。自从明鱼，从那之后，帝国战力受损，如今偌大的军部都压在你一个技术总长的肩膀上，怎么样，还吃得消吗？还好，军部向来有条不紊，不需要我费太多心思。这次的军校选拔，听说有个好苗子。是 K13星的周小阳，军校大一新生， SSS 加级机甲师，战术、理术、机甲实战都非常优秀，理论勉强及格。天赋异禀，背景干净，是个好材料，你怎么看？我看过他的比赛，临场反应非常优秀，很有他的影子。评价这么高？他不错。知道了，那就继续观察吧。最近有联盟物资队准备出境，让他去试试。是。齐胜对你非常感兴趣，帝国太久没有出现让人惊艳的机甲师了，他想看看你的实力。我能进入军部，还不够向他证明我的实力吗？比赛是比赛，在训练场里战斗和在战场上搏命是不一样的。那他想怎么样？他要你去偷袭联盟物资舰。物资舰？对，星舰联盟没有自己的主星，世代生活在星舰上，资源有限，只能靠掠夺其他文明维系生存。帝国与联盟在第一次星战战败后约定上供物资，从此每隔一段时间，联盟就会派物资舰来地星收取物资。但我去抢，好像哪里不对，这不是出尔反尔吗？
所以你不能以帝国舰队的身份出现。只要过了小行星带，就算是出了帝国星域，到了这里，物资再出现任何问题，帝国都不再负责。所以我就去小行星带等着他们，他们一走出帝国的疆域，我就假装星际盗贼去打劫。是，但联盟也不是傻子，他们在小行星带外必然有接应，所以这一战情况如何，变数很大。目前看来，只能兵来将挡，水来土掩了。还有，什么？为了避嫌，军部完成护送后就会直接返航，不能给你提供任何支援，一切都得靠你自己。明白。好了，周少校，你的第一份任务已经下达了，准备行动吧。明鱼的名牌我已经做了修改，现在它的外观与军部现用常规名牌一致，数据流也与你原定的名牌做了融合，可以正常使用。把你那帽子摘了吧，怪傻的。检测到敌机靠近，预计3分钟到达目标位置。除了运输舰和2架军部护卫舰，还有1架小型护卫舰。小杨，咱们单枪匹马的能行吗？运输舰没有防御手段，有护卫舰也正常，只是什么？只是为什么没有其他联盟舰艇来接应？苏苏，确定周围星域没有其他人造单位？确定。有些奇怪。别紧张，就算联盟要设局埋伏，只要你的行动计划执行无误，以暗星的机动能力，脱身不是问题。目标到达指定位置，帝国护卫舰已经开始返航。苏苏，准备开工了。警报！我是星际盗贼，锁定目标。目标在3点钟方向，但它的速度太快，激光炮无法锁定。那就向目标方向扫射，范围攻击。是。左侧规避，护卫舰2号引擎暴露，舰体太厚，常规武器无法直接伤害。是否开启固态激光炮？不急，先上船。苏苏，扫描运输舰，锁定物资舰的仓库机箱。扫描中，这台小型运输舰没有单独机箱，仓库与主体相连，位于运输舰尾部。把结构图投给我。收到。没有单独机舱，苏苏，我会登上运输舰，占领驾驶室。我们连运输舰一起开走。你先进入行进模式，一会儿我们先逃离到安全位置，再交接物资。好。苏苏，帮我控制暗星行进速度，尽量与运输舰保持相对静止。我先解决这个跟屁虫。调试固态激光炮，已经调试完成，可以随时启动。漂亮，准备看烟花吧。可以锁定目标，发动单体激光束攻击。搞什么？谢谢。以及你的表演到此结束。战斗结束，苏苏，我准备脱离机甲进入运输舰驾驶室了，你可以先撤离。是，不，等等，小杨，侦测到大规模空间跳跃信号，是联盟的增援。我们刚准备撤退，增援就到了，怎么会这么巧？来不及了，小杨，强行脱离。可是，别可是了，除非你能让运输舰以暗星的聚变引擎加速力撤离，否则，除非我能让，我有办法了。苏苏，你先撤退到安全距离，我随后就到。小杨，快！雨切还有10秒完成。走。那是什么？那是。帝国又有新人了。总之，依据目前暗星得到的测试数据，微型托卡马克聚变引擎和固态能量炮的功能表现非常优异。后续我们会加入到现役机甲中。当然，为了匹配大部分 S 和 A 级机甲师的操作能力，相应的设备荷载会降低，不过功能性也会有所下降。固态激光炮也就罢了，聚变引擎对精神力的要求太高了。配置之后，整机的重量最低也会翻倍，机甲师需要重新适应机甲。机甲师日常训练最多的项目是什么？机甲实战。机甲师适应新机甲最有效的项目是什么？机甲实战。菜就多练，升级计划下周开始执行。
对了，赖特被纪念馆征用了这么多年，需要做些保养了。这2天把他接回来吧。好了，散会。苏黎留一下，随便坐。贺总长，有什么事吗？你的祖父是苏文老先生。是的。当年刚到军区时，苏老对我们多有照顾。你们？我和魏将军，就像你和周小阳这样。明白了，但是贺总长，我不希望你因为爷爷特别关照我。哦？我与那些靠家族的人不一样，我的成绩是我自己一点一点学来的。我看过你的成绩，确实很不错。所以我希望贺总长看到我的时候，想到的是苏黎，而不是苏家。很好，我找你来不是因为苏家，但也不是因为你优秀，而是因为我们是战友。啊！看来周小阳什么都没跟你说。是吗？哈哈，那我回去问问他。周小阳，你完蛋了！下周开始，跟我一起负责 Light 和暗星的维护。是。周小阳，怎么了？你跟贺总长到底在密谋什么东西？你最好跟我说清楚。哦吼，你完了！他跟你说什么了？少套我的话，给我有什么说什么。好啦，我也没准备瞒你，只是情况太复杂，我不知道从何说起。你还记不记得村长爷爷去世的那一天？所以说，周小阳的运气不错。莱斯利当天临时决定亲自来接应物资，导致舰队出发时间晚了一些。如果不是有这段缓冲时间，他的任务完成的不会这么顺利。你是说，他把半截运输舰整个切下拖回来了？是，他本来的计划是占领运输舰，但检测到莱斯利的舰队即将到达，所以……哈哈，真是个有趣的孩子。我知道了，阿赤，你好好培养他，军部的所有资源都可以对他开放，希望他不会让我们失望。是。对了，既然你这么看好他，考不考虑做他的机械师？陛下，我知道了，无妨，你先回去吧。他把 Light 要回去了？是，说是要升级现役制式机甲，顺便给 Light 做保养。他怎么会突然想起 Light？陛下，周小阳在军中声望日隆，他的 SSS 加精神力已经让他跟其他人拉开了巨大的差距，加上他的定制机甲，这势头很像当初。哼，像他是吗？尤其是他的行事风格，这种不顾一切的突进，这种对时机的精准把握，太像了。陛下，贺清池跟周小阳的关系怎么样？没有什么特别的，只是周小阳刚进入军部时，贺总长以调试数据适配性为由，封锁周小阳的所有精神力数据，不过很快就恢复正常了。明白了，继续观察。阿赤，我到底该不该信任你？叫王家和秦家的人来见我。情况就是这么个情况。你是说，现在魏将军就在你的脑子里？不是在我脑子里，是能跟我共享精神力。他在0号。哎，我知道。那他能听到我的声音吗？能是能，但是什么？但是他说你很吵，他不想听你说话，所以走了。喂，我什么时候这么说了？累了，救命！好吧，信息量确实有点大，我需要好好消化一下。有个好消息，将军肯定想听。什么消息？贺总长要修 Light 了，我也会全程参与。师傅，真的吗？那真是太好了。好了，时间也不早了，你回去好好休息，不要耽误了修 Light 哈。明天见。师傅，你怎么了？最近你好像都不怎么爱说话，是不是我做错什么了？怎么会？你师父我可是帝国第1大将军，我怎么会紧张呢？哈哈，我叫不紧张。谁问你了？你刚说什么来着？我说，不是，师傅你为什么紧张？我也不知道，可能我有点怀疑，我是不是应该醒过来？你在说什么？你看，
我已经死了这么久了，小池已经成了帝国的总长。齐圣的皇帝当的也还算不错。师父，还有你，我们的相遇是个意外，但我做了你这么久的师父，你如今也很好。还有苏苏，她也成长得很快，我已经没有什么可以帮你们的了。师父，你知道我的机甲叫什么吗？叫暗星。对，暗星。我叫它暗星，是因为我本来就只是 K3 边境的一块石头，因为有你有光，我才能成为一颗星星。小杨，师父，我一定会让你活过来。如果你想复仇，我们就去复仇；如果你想远离这一切，我就跟你一起走。再也不要说不想醒来了，好不好？好。什么事？看通讯，有任务。报告。周少校，任务紧急。长话短说，上次劫掠物资的任务你完成得很好，但联盟方面找到了证据，证明是帝国策划了这次行动，集结了一支部队。你的任务是带领突击部队摧毁敌方的能量站，阻止敌人的下一步行动。是。请瑶瑶和王浩然将带领 B 编队在后方待命，随时支援。是。本次行动由周少校全权指挥，希望各位通力合作，速战速决。N1 到 N5 负责突围，拖住敌方。N6、N7 游走行动，提供火力压制，注意隐蔽。N8、N9 等前面打起来了，我们从后方摸进去，摧毁目标。奇怪，这次任务目标并不算难，为什么要派这么多人？关键是联盟这次发难本就是冲你上次行动来的，本来应该尽量让你避险，为什么反而要让你主导这次行动？也许是为了锻炼我的团队指挥能力。我总觉得不对劲。总之，一切小心。任务完成，全员撤退。不对啊，队长，我的高速辅助推进器无法启动。我也是。不好，有人来了。是联盟的驻军。马上排查设备。怎么回事？高速辅助推进器失效，能量对发生器也停机了。B 队，马上支援！王浩然、金瑶瑶提供远程火力掩护我们。周总指挥，收到。但我们的系统也出现了紧急故障，正在优先排查。请你务必坚持住。不可能这么巧，所有设备都有机械师负责。出发前，苏黎更是亲自检查过一遍，怎么可能同时出问题？不是巧合，那就只能是有人搞鬼了。你们两个又在搞什么鬼？你来又有什么用？来人，把他给我压住！你们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吗？这是背叛，是对帝国的背叛。苏黎，你太天真了。王浩然，我明白了，你们要的是我的命。倒是不傻。留我一个人送死就够了，让突击队的其他人走。哟，这种时候还想当大英雄？可以，瑶瑶，我们也不想事态闹大，放其他人走。迅速撤离。收到。收到。启动辅助推进器。不对，敌军距离太近，靠他们的推进加速度，恐怕跑不出联盟的攻击范围。没办法了，兄弟们，有缘再见。一路顺风。小杨，小杨。
统帅，我来吧。不，他是个值得尊敬的对手。小杨，你没事吧？你差点把自己玩死了。我没事，我们这是被俘了，看着怎么不太像？年轻人，你很不错，以一己之力保护了你的部下。你想做什么？不做什么。周小阳对吧？我一向非常敬重有能力的年轻人，为此，我真的非常嫉妒你的帝国。你知道上一次被我从驾驶舱中抱出来的是谁吗？你竟然不好奇吗？哈哈哈，看来你并不是完全一无所知。你的君王猜忌能臣，残害忠良，这样的事情不是第一次了。可我们之间似乎有一些过节吧？哈哈哈，一次劫掠罢了。联盟虽然资源紧张，却还不至于为了这点物资大费周章跑这一趟。那你是为了我？没错，那样腐朽堕落的帝国，那一群唯利是图、贪婪短视的虫豸，你真的要为他们而战吗？只要你能加入星舰联盟，我会给你你想要的一切。不急，这段时间你可以在这里好好的放松一下。你好，小杨，欢迎来到联盟。啊，这是贵客出临，当然要接风洗尘啦。美女，不是，这姐姐，我们这是去哪儿啊？统帅为您准备了盛大的接风宴，不过在此之前，你需要先去洗漱一下。啊，弟弟，你都臭了。姐姐们，我可以自己来的。那怎么行？统帅嘱咐过，一定要仔仔细细的把你这位贵客照顾好。哟，贵客您这待遇还真不错啊。师傅，这种时候就不要吃醋了啊。吃醋？吃什么醋？谁吃醋？姐姐，真的不用了，麻烦你们先出去吧。我内急，我要上厕所。那好吧，我们就在门外，有需要叫我就好。我叫伊丽莎。搞什么？拿这个考验干部？倒是听说过，这个联盟统帅莱斯利性格豪放，不拘小节，颇有些惜才，这才聚集了那么多舰队，组建了星舰联盟。这么说来，倒也是个人物。不过师傅，星舰联盟到底是个怎样的存在啊？一群丧家之犬罢了。10几个在第一次星战中丢失了故土的国家，在莱斯利的号召下，组成了星舰联盟。仅有的几10架星舰在星域中穿梭，靠掠夺和供奉为生，偶尔也在大国的战斗中当雇佣军，谁给的钱多就帮谁，给根骨头就能让他咬人一口。原来如此，但联盟的战力似乎并不弱。确实如此，常年在战争中游走，他们的战斗经验是帝国军队无法比拟的。为今之计，只能走一步看一步了。小杨弟弟，你洗完了吗？小杨，你终于洗完了。谢谢。统帅的宴会马上就要开始了，这是为你准备的礼服。这也太夸张了。哼，糖衣炮弹，很合身。走吧，统帅已经等急了。哈哈哈，我们的小英雄来了，快坐到我身边来。周小阳，我敬你，为了你保护部下的勇气。吃喝，在我们联盟没有帝国的那些臭规矩，我们只尊重强者。尝尝这个，小杨弟弟，这可是我们最好的厨师做的。我自己来就好。这音乐真难听，还有那个领舞的，穿的那2块布算怎么回事？简直不堪入目。师傅，哼，我看你倒是很享受嘛。军校食堂的饭太难吃了，我从来没有吃过这么好吃的肉。瞧你这点出息。反正暂时走不了，不如先静观其变。怎么样，小子，跟着我，天天都过这样的日子，比你在帝国当炮灰强多了。不吃了，不能再吃了。总算结束了。
一晚上的酒池肉林，美人在侧，可把你累坏了吧？师傅，都什么时候了，你就别吃醋了。话说回来，还是要想想怎么离开这里。当务之急是找到暗星的位置，还有苏苏，不知道她怎么样了。别急，莱斯利既然想招揽你，就不会立刻伤害你的机甲。谁？不必紧张，我没有恶意。这个声音，师傅，你认识？大概知道了，开门吧。冒昧深夜来访，还请见谅。莱斯利统帅的待客之道，总是这么热情。你是谁？一个干扰器，这里的监视无处不在。现在我们可以安全的谈话。我叫齐天，我同父异母的弟弟，你也许听说过他的名字，他叫齐胜。哥哥，真的是你？喂，至于叫这么亲热吗？您是大皇子？哼，曾经是吧？现在，按他们的说法，我只是莱斯利的一条狗。师傅，这到底是怎么回事？齐天，他是先皇的长子，当年他被送来联盟当质子，为帝国斡旋。你到底站哪边？问得这么直接，你还真是有意思。师傅都怪你，那么激动，搅得我脑子都乱了。不好意思啊，我这人说话比较直接。你不必这么防备我，我今晚来是想告诉你我的事，也是想帮你。你认识我？一个 SSS 家的精神力天才突然出现在边境，一场几乎不可能胜利的决赛，还有你战斗时那些只属于 Light 的独门战绩。我一直在观察你，周小阳。你还知道什么？虽然我不知道具体是怎么回事，但我知道你一定遇到了明鱼。别紧张，当年明鱼是莱斯利亲自交到齐胜手里的，这在联盟并不是什么秘密。你放心，帮你就是帮明鱼，所以我一定会帮。我不方便经常过来，具体的计划伊丽莎会告诉你。伊丽莎？吓到你了？她年纪不大，爱逗人玩，你别介意。她是莱斯利的女儿，也是我的妻子。师傅，这个人太可怕了。师傅，他还是和以前一样，总会替别人打点好一切。师傅，你能说给我听吗？当年我和齐胜还有齐天，我们三个是一起长大的。和齐胜？对，那时候他们都还只是皇子，我也只是普通王臣的女儿。后来我觉醒了 SSS 加级精神力，先皇很看重，我就有了跟他们两兄弟一起学习的资格。齐胜他很要强，做什么都想争第一，偏偏我好像做什么都能压他一头，每次输给我他都气得不行，又碍于皇子身份非得端着，不能真跟我急眼。而齐天哥哥他总是跟在我们后面，替我们收拾烂摊子。我打碎了先皇的花瓶，是他主动站出去顶罪。齐胜在演武场输了，耍脾气不肯吃饭，也是齐天大哥耐心的哄他。唉，他一直都是那个最稳重最温柔的大哥哥。后来帝国战败，联盟提出让帝国送出一个皇子，他作为长子义无反顾的去了。他能过得这么好，真是太好了。齐天哥哥，你叫的可真亲热。什么？他当然好了，又稳重又温柔，还是忍辱负重的大英雄。你是不是很高兴他回来了？小杨，你怎么了？我当然高兴，我们多了一个这么强大的盟友。盟友？我看是青梅竹马吧。你说什么？没什么，我说你这么相信他，万一他也是在利用我们呢？他可是莱斯利的女婿。周小杨，你今天怎么回事？齐天哥哥他不是那种人。你是不是吃醋了？谁吃醋了？我这是在进行理性的战术分析，我跟你说不明白。不准笑，魏明宇，你不准笑。哼，傻小子。看吧，帝国的英雄也不过如此，被酒肉美人一围，立刻就软了。统帅这次的眼光真不错，这小子马上就要变成统帅手里最听话的猎犬了。联盟的葡萄还真好吃。所以你当初让我用葡萄练精神力操控，纯粹就是因为你想吃葡萄吧？那咋了？
再来一颗。慢点吃，我牙都酸了。小羊弟弟，一个人在这里发呆呢。伊丽莎姐姐，我在想，我在帝国真是白活了这么多年。这才是聪明人说的话。你这身新衣服太单调了，这个项链就当我送给你的小礼物。姐姐送的，我当然喜欢。喜欢就好。姐姐3天后要跟物资店去采购，喜欢什么就跟姐姐说，姐姐都给你买。注入精神力试试。是星舰地图。那是汉星。埃奇格纳库，那里是重兵把守的物资补给区，这位置很安全。莱斯利果然很重视你的机甲。这信息也太少了。目前只能猜测，齐天哥哥是希望我们3天后想办法去埃奇格纳库，那里倒是确实很适合逃跑。为什么？这里有通道直达下层的分离舱，如果有舰船要离开旗舰，这里是必经之路。师傅，就是今天了，我们无论如何要想办法潜入 A 区去了。别急，齐天哥哥应该会给我们暗示。小羊弟弟，姐姐我准备出发了，你到底想好了没有？要我帮你采购些什么好东西呀？姐姐肯帮忙，我可得好好想想。时间紧迫，换上它。换这个？不然呢？难道让你穿着这身衣服大摇大摆地走进 A 奇格纳库吗？快点！师傅，我……快去吧，忍辱负重也是强者的必经之路。不错，记住，跟紧我，低下头，别说话。哎呀，弟弟你太客气了，这点小事姐姐一定给你办好。伊丽莎小姐，补给舰即将出发，闲人不能。闲人？我可是这次采购任务的负责人，父亲让我亲自押运。抱歉，小姐，请。这还差不多，这是我的贴身侍女，帮我拿些私人物品。喂，你们2个过来一下。伊丽莎小姐，您有什么吩咐？我这发饰好像有点歪了，你们帮我看看，是不是很难看呀？不难看，小姐您怎么都好看。集中精神。行了，算你们会说话。本小姐要登舰了，好好守着吧。我们只有5分钟，一旦我们飞出旗舰的进防区，你就必须立刻行动。伊丽莎姐姐，谢谢你，还有齐天大哥。谢他做什么？他帮你也是在帮他自己。这是齐天准备的安全航线图，可以避开联盟的大部分侦测点。好了，航线图也给你了，现在你该动手了。动手？快点，打晕我！什么？你这个笨蛋，我可是统帅的女儿，要是让你这么轻轻松松的开着机甲跑了，我怎么跟我父亲交代？你是要……我必须是被你偷袭挟持的受害者，这样齐天才能撇清关系，我父亲也只会认为是帝国的阴谋，而不是内部出了叛徒。快点！那对不起了，姐姐。那对不起了，姐姐。
师傅，我们回来了。是啊，回来了。不知道小池那边……这里是军部塔台，请求识别您的身份。天啊，是暗星，是周少校！周少校，欢迎您的回归。前方航道空闲，请您直接进入 A3号库。他回来了，我们的英雄回来了。周少校，你还活着，太好了！我回来了，兄弟们。我没事，大家呢？苏黎呢？少校，刚接到贺总长命令，您一回来就立刻去他的办公室。报告贺总长，周小阳归队，回来就好。联盟伙食挺好的，怎么感觉你离队这么几天还吃胖了？啊！我长话短说，你刚被俘，苏黎就带着你那支突击队的所有人联名提交了指控，他们指控秦瑶瑶和王浩然在战场上故意关闭友军系统，叛国通敌，致使主将陷入重围。证据确凿，他们人呢？证据确凿，齐生认为证据不够，不能定秦王两家的罪，只给了一个贻误军机的通报批评。这算什么？苏黎呢？他绝不会接受这种结果。他在哪？他当然不接受。他投告无门，都准备去帝都大街上发传单了。他人呢？在禁闭室，我以扰乱军纪的名义罚他和几个带头的军官关了禁闭，至少他现在是安全的。小杨，冷静点儿。小池他是在保护苏黎。你先回去吧，我还得去见陛下。他还有什么花招？这回不是他，联盟有动作了。下午只身驾驶机甲回到军部，现在人已经归队。陛下，联盟统帅莱斯利向全星系发布了最后通牒。什么？秦少，你们的周小阳少帅假意归降我联盟，接受了我们最慷慨的款待，但他却叛逃了，还打伤了我的女儿，这是羞辱，是对整个星舰联盟的羞辱。我要求西河帝国立刻交出周小阳，否则联盟舰队将踏平西河帝国星域，不死不休。陛下，帝国好不容易出了个周小阳，我们不能就这么轻易把他交给联盟啊！我知道，让我想想。陛下，收到一封来自联盟的最高加密等级通讯，指明由您亲启。齐胜，好久不见。联盟军已经到达了 K7 星域，随时可以开启这场战争。你现在一定很苦恼吧？又在搞什么鬼？我给你一个选择，开放地心防御通道，我会亲自带一支小队进城，带走周小阳，联盟的面子保住了，你的帝国也免于战火，皆大欢喜，不是吗？开放城门，引狼入室，你这是要我以君王之身叛国？我猜你一定不愿意，但你最好想清楚，毕竟一个小小的士兵和帝国最大的秘密比起来，孰轻孰重，你应该分得清。我说的对吗？你也不希望你私求帝国大将军魏明瑜的消息被公之于众吧？周小阳是幌子，什么女儿受伤也是幌子。莱斯利真正的目的是这个。如果我交出周小阳，开放通道，我就成了卖国贼。但如果我不交，军部、贺清池那些还崇拜着战神魏明瑜的老家伙们，他们会立刻撕碎我。不行，两条路都是死路。你以为你赢定了吗？你居然用他来威胁我！如果这个筹码消失了呢？莱斯利，你最大的错误就是用一个还掌握在我手里的东西来威胁我。备车。
去0号实验室。虹膜扫描，基因序列比对，精神力波动吻合，权限确认。陛下，欢迎回来。明瑜，好久不见。师傅，是他，他来了。你还是这么美，和我记忆中一样。早在10年前，我就该杀了你，但我把你藏在这里。我以为，只要你在这里沉睡着，这个秘密就永远属于我一个人。但现在看来，我错了。我最大的错误就是留下了你这个活口。莱斯利，他竟敢用你来威胁我，他想毁了我，所有人都想毁了我。不过没关系，现在也来得及，只要你死了，就没有人可以再威胁我了。明瑜，我为你准备了一场最盛大的葬礼。师傅，他干什么？他要彻底销毁我。再见了，我的小妹妹。上葬程序已启动，开始注入 T4型细胞溶解液，倒计时10分钟。上葬程序已启动 ，T4型细胞溶解液开始注入。小杨，我好难受，我这次好像真的要死了。不，我绝不允许！师傅，警报！警报！监测到超高强度未知能量源，程序终止。这是什么？结束了吗？醒来吧，我的大将军。师傅，你怎么样？还活着。这身体也太虚弱了。师傅，你别乱动，你等我。我在这里躺了10年，1分钟都不想再等了。好久不见。哦，不，你是幻觉，是那个该死的精神力风暴搞的鬼。他死了，他已经死了。禁卫，皇家禁卫，都给我滚过来！0号实验室，最高威胁，有入侵者，杀了他！不惜一切代价，杀了他！小杨，我的身体好重。师傅，撑住，我马上就到。陛下，就是那个冒牌货，杀了他！快！撑不住了，杀了他！现在
师傅，师傅，我做不到。周小阳，逆贼！你们两个都是逆贼，杀了他们，连机甲一起给我摧毁！师傅，快抓住我的手，我们没时间了。开火！愣着干什么？抓紧了！师傅，啊，为什么你的机甲驾驶舱里有2个座位？苏黎改的。师傅，坐好。师傅，你没事吧？苏黎怎么会想到加个座？他嫌机械师在外面风吹雨淋的，就不准走 ！S 级戒严，全帝国通缉，给我抓住他们！疯了，他真的疯了，他要在帝都上空开火。他不是疯了，他是怕了。他必须在所有人反应过来之前，不惜一切代价把我们一起销毁。师傅，我们往哪走？小杨，是我。贺总长，别废话，齐胜已经调动了皇家卫队，你撑不了多久。我入侵了城防系统，给你开了条路，在城外的废弃矿区，那里有一条直通外部小行星带的旧航道。收到。小杨，你没事？你真的？嗨。他，明宇，别愣着了。他刚苏醒，身体状况很差。贺总长，我们需要医疗设备。啊，对，在这边，我早就准备好了。肌肉萎缩，神经传导阻滞，多重器官功能性衰竭。齐胜这10年就是用最高级的维生系统吊着他一口气。他的身体数据简直就像一个活死人。他会好起来的，对吗？他能醒过来，已经是 SSS 加级精神力创造的奇迹了，剩下的只能交给时间。你也是精神力透支又强行空间跳跃，赶紧去休息，这里有我和苏黎。我不走。师傅，师傅，你能听到什么？你感觉怎么样？你好吵。张嘴。难吃。这点苦都吃不了，还当什么机甲师？你不知道，你睡着的时候，贺总长哭得有多惨，一把鼻涕一把泪的。他才不会。苏黎也吓坏了，看见你跟看见鬼一样。嘿嘿，我故意吓他的。你放开我，我自己来。省点力气吧，我的钱大将军。贺总长，我一直想问，你是怎么找到这么个好地方的？运气，在知道他可能会回来之后，我就一直在找地方，为可能发生的一切做准备。我看过很多地方，但都不安全。正发愁的时候，我的邮箱里出现了一封广告。就这么找到了？这里本来是个医疗物资港口，地段偏远，但自带能源系统，还有很多现成的医疗设备，简直没有更合适的了。
身体感觉怎么样？像一堆生锈的零件。不过苏黎说多上点润滑油还能用。将军，我都说了是活化液，不是润滑油。神神秘秘的，小池，你又在鼓捣什么？我把你的 Light 从纪念馆取回来了。Light， 别动，你现在的身体还无法承受它的同步负荷，但它也是个麻烦。麻烦？无论是暗星还是 Light， 一旦被激活，帝国军部就能接收到信号，系统会在3秒内锁定我们的坐标。一旦他们被激活，迎接我们的将是整个帝国舰队。我只希望这安宁的生活还能再长久一点。来，为了庆祝我们这个全帝国最值钱的逃犯小队正式成立，干杯！我们是被通缉，不是在过家家。贺总长，你就别扫兴了，庆祝我们捡回2条命，也庆祝贺总长靠一封垃圾邮件找到了全星系最棒的安全屋。你们，朋友们，地面信号屏蔽器一切正常，我准备回来了。我今天的复健训练也完成了，苏苏设计的训练课程真不错。他要是知道你这么夸他，估计又要有东西。您就是周小阳少校吗？你是谁？一个高个子的叔叔让我来送信，他说您看到这个就会明白。师傅，这齐天哥哥，快回来！贺总长，苏黎，看这个。明瑜，小杨，齐胜因为你的复活和叛逃，已经彻底阵脚大乱。皇家卫队，他在召回他所有的机甲军团。他疯了吗？边境不要了？哼，为了抹杀我，他要把所有只忠于他自己的力量握在手里。你们再看 K7 星域，联盟想趁虚而入。不像，联盟想掠夺，现在就是最好的机会，何必整整齐齐在 K7 等着？所以总而言之，帝都现在是铁桶一块，但帝国其他地方是真空。总之，如果你们准备反击，给自己争一个安身之地，那么现在就是最好的时机。完美了 ，Light 的敏捷性完美弥补了暗星启动重火力时的前摇。你们2个联手，战斗力甚至超过了当年将军的巅峰时期。明月，你的身体已经基本恢复，虽然肌肉还没完全恢复，日常行动还需要轮椅，但精神力操纵机甲已毫无问题。不行 ，Light 的记忆金属是为了适配将军的精神核心，你不能再增加他的物理装甲，那会影响他的机动性。我只是加一层备用散热涂层，你这个机械师怎么这么轴？轻点，皮都快被你搓掉了。知道就好。贺总长说你的神经还在恢复期，今天模拟训练就超标了。知道了，周管家。师傅，你在想什么？10年前，我失去了一切，我一直以为自己醒来只剩下复仇，可现在我有了并肩作战的战友，有了你，小杨，你明白吗？我好像有了一个家。我太过贪恋这种吵闹鲜活、充满烟火气的感觉，我害怕一旦发动反击，这一切温馨的美好都会立刻破碎。师傅，我把你带回来，不是为了让你再去当那个无所不能的战神。我说过的，如果你愿意放下仇恨，如果你想安稳地度过余生，我也会支持你。好，容我再想想。怎么回事？有高能量舰队信号，
正在朝我们跃迁。不可能，这个坐标是绝密的。是齐胜的皇家卫队吗？不，皇家卫队的机甲信号我认得，这些是军区的制式机甲。是他们。周小阳，好久不见，没想到吧？你也有今天。周小阳少校，你公然叛逃，勾结联盟统帅莱斯利，致使帝国边疆危在旦夕。我们奉军区世家联合议会之命前来将你生擒，只要把你交给莱斯利统帅，就能换取边疆的太平。呵呵，好一个换取边疆太平！他们怎么会有这里的地址？还有，他们竟然是顶着世家联合议会的名义来的。那齐胜呢？恐怕躲不过了。老朋友，10年了。省事了。师父，你的身体……我的身体很想念战斗的感觉。小杨，跟紧我。这2个孩子倒是比我想的还有用。陛下，系统捕捉到2个3S 级精神力信号。信号源，一个已确认为周小阳的暗星，另一个信号匹配是 Light， 是魏将军。他竟然还能驾驶机甲，叛徒，狼狈为奸的叛徒！传我命令，皇家卫队第1、第3、第5机甲军团立刻出发，目标 K7 坐标。陛下，那是我们所有的机甲部队，我不管，我管不了这么多。我要魏明宇，还有周小阳，活要见人，死要见尸。那是什么？周小阳哪来的帮手？那台机甲是 Light， 怎么会？不可能，那不是。那机甲师是谁？哼，军区的制式机甲连小池10年前的设计都不如。小杨，10年没活动了，热身一下，你左我右，比比谁快。师父，你悠着点，你的身体……婆婆妈妈，闭嘴吧你！他太快了，锁定我！啊！他在我后面，救！这就是帝国战神！师父，我来了。他真的回来了！将军太帅了！等等，小杨、明宇，快看信号监测！大规模空间跃迁信号！是皇家卫队，齐胜的狗终于到了。陛下来了，太好了，我们撤！师父，这下好像有点麻烦了。哼，麻烦？哼，不，这才刚刚开始。小杨，你怕吗？怕，我只想赶紧让他们见识一下，什么是真正的双倍3S 加精神力。全军天网阵型，开火！
他们就这么冲进去了。废物！他们只有2个人，用饱和式火力覆盖，给我淹没他们！警告！外层装甲受损30%，能量护盾剩余45%。可恶！他们是铁了心要耗死我们。这样下去不行，我的身体撑不住了。明宇、小杨，你们不能再打了，必须突围。往哪突围？帝都有军部镇守，这个藏身处也暴露了。小杨，我们还有一条路。师傅，你是说联盟军？没错，既然帝国已经没有我们的容身之处，那我们就去把这潭水搅得再浑一点。好，那就去 K7。陛下，目标突围了！废物，一群废物，连2台机甲都拦不住！陛下，他们的跃迁方向是什么？是 K7星域，那是联盟军的方向啊！果然他们联手了，他们要一起回来推翻我了！不行，我绝不允许！全军听令，全速追击！就算追到星系边缘，也必须在他们抵达 K7之前，把他们给我轰成太空的尘埃！齐天，你的计策果然没错，都不用我们动手，齐胜那个蠢货就把周小阳亲手送上门了。呵呵，统帅，来的可不止周小阳。你看，那是 Light， 帝国战神魏明瑜，他也回来了。周小阳、魏明瑜、齐胜，我们所有的老朋友，今天都会在这里相聚。好，传我命令，所有战舰启动，准备迎接我们的客人。小杨，联盟的防线就在前面。收到，皇家卫队跟疯了一样。绝不能让他们进入联盟防区，击落他们。我们被锁定了，是联盟。锁定所有目标，包括那2台机甲。全员停止前进，保持戒备。时机刚刚好。魏明瑜将军，周小阳少校，欢迎来到 K7星域。看来你们的日子不怎么好过，身后是急于灭口的君主，面前是虎视眈眈的宿敌，真是个绝望的处境啊！他到底想干什么？我一向欣赏强者，齐胜那个懦夫不配拥有你们。只要你们愿意归顺于联盟，关闭机甲的武器系统，停靠到我的旗舰上来，我莱斯利现在就可以下令，让联盟舰队带你们离开，再帮你们清理掉身后这些凡人的尾巴。莱斯利，你的条件？哈哈哈，莱斯利，你以为你赢了吗？齐胜，不好！我的将军，我的英雄，你们是不是以为你们有的选？苏黎，贺总长，苏苏，小池，贺清池，他可真是我的好臣子。魏明瑜、周小阳，我给你们1分钟，立刻关闭引擎，解除武装，向皇家卫队投降，否则
我先砍下他的头，再砍下那个小机械师的。有意思，真有意思。齐胜，你这卑鄙的做派可真是一点都没变。他竟然用贺清池和苏黎当人质。师傅，我们……小杨，我们不能投降。但是苏黎和贺总长，今天这一战，无论结果如何，只要齐胜还有一口气，他都不会留活口。如果我们赢了，至少还有机会为他们报仇。我明白了。你们不知死活，是他们自己选择了死路。全军听令，开火，把他们给我撕成碎片。他们要干什么？师傅，你的身体撑不住高强度作战。这副身体还是太弱了。师傅，你还记得在0号实验室吗？你是说齐胜启动圣藏程序时，我把我的精神力全部注入给了我们两个的 SSS 加级精神力撞在了一起。精神力风暴，那股力量能让0号实验室陷入瘫痪，甚至唤醒了我。与其被他们撕碎，不如来吧。小杨，就是现在！来吧！什么？我的精神力啊！警报！精神链接被强行切断。我动不了了，操纵感失灵了。警报！精神链接被强行切断。我的机甲，浩然哥，我的机甲怎么不听使唤了？成功了！干得漂亮！不，我的皇家卫队！徐天震，这也在你计划之内？不，这是惊喜。师傅，撑住，我们去见齐胜。齐胜，你输了。输了，魏明宇，你以为瘫痪了我的卫队你就赢了？我还有人质，我还有整个帝国，你们两个叛徒，你们敢？你，你好吵！齐天哥哥，明宇，好久不见，15年，我在联盟当质子，忍辱负重，每一天都活得像一条狗，而他，这个窃国者，这个昏君，却心安理得地坐在本该属于我的王座上。他都做了什么？他猜忌忠良，纵容世家腐败，他甚至因为恐惧你的光芒，就亲手策划了 K3 惨案，谋害了帝国最忠诚的战士。我筹谋了15年，一步步引导莱斯利戏弄他，一步步加剧他的恐慌，等着他疯狂，就是为了等今天，为了让他把他所有的力量，把他所有的罪证，全都暴露在这片星空下。现在他死了，而我将拿回一切。所以，我们也是你计划的一部分。小杨，贺总长收到的那封垃圾邮件，那个出售厂房的小广告，是你发的，是你让莱斯利陈兵边境，又给我们发送情报，最后把我们的藏身地透露给世家联合会，逼我们不得不选择逃亡 K7 星域。周小阳，你果然没让我失望。没错，本以为只要你们知道时机已到，就会主动出击，但没想到你们竟然蹲在那兔子洞里畏缩不前。我只能把你们的坐标给了王家，把生路的线索都指向 K7 星域。我要让你们在这里，当着全宇宙的面，让他身败名裂。你利用我？这不是利用，明瑜。为了帝国的未来，这点牺牲是必要的。不好，他们要醒了。齐天，你到底想怎么样？周小阳，我无意伤害你们，不如说我还要感谢你们。
你们是帝国官方的通缉犯，是世家的死敌。统帅只想要2件 SSS 加级的武器，他也不会真的庇护你们。你们已经没有容身之处了。所以呢？跑吧！你们现在唯一的生路，就是逃跑。逃离帝国，逃离联盟，去一个谁也找不到你们的地方。你杀了齐胜，夺了帝国，现在要我们背着叛国的罪名逃走。齐天，你算计得真好。明宇，无论你相不相信，我从来没有想过害你，只是我需要时间，来肃清齐胜的余党，整顿被世家腐蚀的帝国，还有安抚莱斯利。你留在帝国，我担心我护不住你。我向你保证，我的目的从来都只是齐胜。待一切尘埃落定，我会为你，为苏家，为所有被他迫害的人恢复名誉。我一定会为帝国带来真正的和平。但现在你们必须走了。还有一件事，苏黎和贺总长。放心，我会处理。快走吧。师傅，我们去哪儿啊？不知道。要不我们回地下星港也行。要不我们偷偷回帝都星？不是说最危险的地方就是最安全的地方？都行。那我们去帝都吃葡萄，刷贺总长的卡。你好吵啊！齐胜的罪行桩桩件件，罄竹难书。他私通世家，残害忠良，以个人私欲将帝国拖入。陛下好大的威风！一切都结束了。一切都结束了。小杨、明宇，你们之后怎么打算？我希望你们能留下来，以你们的能力，足以胜任新军团的指挥官。你们将是新帝国的定海神针。多谢陛下厚爱，但我还有件事情想做。唉，我知道了，你们要去哪？我们想去探索那片未知星域。当年我没有完成的探险，现在开始也不晚。